在美国的一个小村庄里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。村民常常看见一群狼围着一匹马，当地人都不明白，为什么马从来没有遭到狼群的扑食。当猎人迪伦准备从狼群口中解救这只可怜的马时，他意外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。一开始，村民们认为是时候拯救这匹马，让它免受狼的伤害。但或许实际情况与他们设想的截然不同。猎人迪伦在雪地中跋涉，花了大约1天的时间寻找，终于在寒风中找到了那匹被狼包围的马。他耳边回响着村民们对这匹马的种种传言，而现在他终于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到它。他的心中激动不已，想象着这匹马成为自己狩猎成果中的一部分，那将会是一个无比光辉的战利品。然而，就在迪伦准备扣动扳机的时候，他注意到马身上有些不对劲，马的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奇异的宁静，仿佛对周围的狼群毫无畏惧。好奇心驱使他静悄悄地靠近，直到他看得更清楚。突然间，一切都变得清晰明了。他明白了为什么这些狼如此虔诚地跟随这匹马，却从未伤害它。心中一阵波动，迪伦意识到其他人需要知道这一切。他的脸上掠过一丝震惊，接着是愤怒和悲伤交织的复杂情感。那么，迪伦究竟看到了什么呢？狼为什么会跟随这匹马？当当地人最初偶然发现这匹被遗弃的马时，他们的想法是抓住它，把它带回到他逃离的马厩。毕竟，在这寒冷的阿拉斯加森林中，独自徘徊是非常危险的。然而，他们很快发现，这匹马并非形单影只。每当村民靠近马时，他们发现它周围总是环绕着一群狼。狼群的毛发在阳光下闪着微光，目光警觉而又坚定。只要这些狼注意到有人的接近，便立刻朝他们走来。他们低吼着，露出锋利的牙齿，仿佛在宣告着领地的主权。当地人心中一阵恐惧，尽管他们想要救这匹马，但为了自己的安全，还是不值得冒这个险。因此，他们尽快跑回村庄，心中假设这些狼会对可怜的马下手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情况并没有发生当地人所担心的那样。狼没有追赶他们，反而平静地回到了马身边。他们围住了这匹动物，仿佛在保护它。阳光透过树枝洒在他们身上，空气中弥漫着紧张而又奇异的气氛。那么，他们到底是在保护什么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做？过去几个月里，寒冬漫长，狼群自然缺乏食物，州内不断传出狼攻击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报告。可能只是出于绝望，他们实在是太饿了。看到这一幕的当地人依然感到震惊和困惑，尽管他考虑过一种理论，或许狼最近捕杀了一只大动物，依然吃得饱饱的。这样的话，保留这匹马活着，反而是更理智的选择。心中却又浮现出对自然法则的疑问：狼是食肉动物，难道真的会选择放过一只马吗？不久之后，他看到马慢慢走进森林，狼紧紧跟在后面。马的步伐稳健而从容，仿佛在与狼群之间建立了一种默契。大家都对这匹马始终保持冷静的状态感到好奇。他们原本以为这是最后一次见到这只可怜的动物，但他们错了。内心的揪心似乎在此刻愈发明显。在这次遭遇后，当地人互相看着，讨论该如何处理。干预这样独特的自然现象是否符合道德？他们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，带着不安和疑虑。他们无法达成一致的看法。面对这样一个深奥的问题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。然而，他们都觉得应该询问一下村里有没有人正在寻找一匹黑白相间的马。
马的主人理应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心中却隐隐感到惋惜。令他们惊讶的是，村里似乎没有人缺失马匹。然而，在寻找马的主人时，当地人遇到了一位似乎对他们所说的马十分了解的女士。她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，却隐隐流露出一种忧虑。她毫无疑问地认出了那匹独特的黑白相间的马，并开始向他们讲述1周前发生的事情。我在山顶的树林边缘散步时，看见同样的马被一群狼包围。他的声音清脆而坚定，眼中闪烁着回忆的光芒。我并不是唯一一个看到他的人，他的话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。这证明这些动物之间的奇怪行为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。村里很多人都开始谈论这个现象，心中涌起一丝希望。3位当地人对此十分着迷，决定第2天再去寻找那群狼。果然，他们再次在村子附近看到了同样的情景。3人确认，狼群确实对这只长腿动物毫无兴趣，似乎对马的存在充满了一种奇特的尊重。他们在田野里发现了那匹马，而狼就在马的身后约3米远的地方跟随着。眼前的景象让3人目瞪口呆，仿佛时间在这一刻静止。他们的心中涌起强烈的好奇，想要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一切。这次，他们决定要拍下证据。3人决定拍照，以便将这个故事分享给全世界。在保持与马和狼的安全距离的同时，他们拍下了这些动物的精彩瞬间。几个小时后，动物们再次消失后，3人决定将拍摄的一些照片分享到社交媒体上。没过多久，这些图片便迅速被广泛转发。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对这个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其中，有一位名叫迪伦的年轻猎人注意到了这个现象。当迪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些照片时，心中顿时涌起了一股强烈的冲动。他不得不承认，起初他以为这些图片是经过后期处理的，或者是别的什么。然而，在看到那么多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动物照片后，他开始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。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其独特的现象后，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渴望，想要探究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极不可能的组合。这种渴望逐渐变成了他无法摆脱的执念。迪伦心中始终挂念着那片山林中发生的事情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终于无法再忍受这种等待。他收拾好狩猎装备，开始了为期4小时的车程，驶向那个小村庄。他的意图远不止表面上所说的那么简单，但他决定暂时不与任何人分享自己的真实想法。如果有人问起，他会说自己一直对动物行为感兴趣，渴望了解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但事实上，他的真实目的是想要捕获那匹美丽的马，并将其作为战利品。迪伦在美国各地收集独特的猎物，而猎杀这匹狼王的故事将会是一个绝佳的传奇。尽管这是一次4小时的旅程，但迪伦经常拜访这个地区的城镇。他知道与当地人融入不会有任何问题，没人会意识到他是外乡人。此外，他的车有着合法的阿拉斯加车牌，所以没有人会注意到他的存在。事实证明，隐藏他的真实意图是个聪明的选择。当地人开始把这匹马视为神话般的存在，渐渐成为了每个人都从朋友、家人或邻居那里听说的当地传奇。迪伦注意到了这一点，并意识到自己必须秘密行动。于是，他在离村庄有些距离的旅馆住下，打算第2天一早就进入森林。他不想等到狼群再次造访村庄，那样只会让他们更加引人注目。他必须在那之前完成他的计划。太阳刚一升起，他就开始了搜索。
他迅速朝树林方向走去，确保在途中没有被人发现。当他终于抵达目的地时，周围一片宁静，森林似乎显得空旷无物。迪伦觉得这有些异常。自从童年时代以来，他大部分的空闲时间都花在了树林中。他能够轻易地察觉到一切的不对劲。虽然眼下森林中野生动物减少，完全可以理解，因为天气实在太冷，一些动物根本无法忍受。但当他四处走动时，他却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。他环顾四周，发现自己周围数英里之内竟然一个活物都没有。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猎人，迪伦知道怎样才能找到靠近的动物。难道周围有什么东西将所有动物都吓跑了？这与那匹马和狼群有什么关系吗？当他看了看手表，意识到自己已经在森林里待了3个小时，却没有看到任何生物时，他继续搜寻，但快要放弃的念头油然而生。就在这时，他终于听到了一种只有生物才能发出的声音，那声音正是狼的嚎叫。他停下脚步，静静站了几分钟，倾听着大自然的声音。幸运的是，这些声音告诉了他所需的一切。当迪伦倾听着狼嚎时，他注意到了声音中的一些微妙差异。他意识到这意味着一整个狼群就在他附近，而他知道这正是将那匹马纳入他们队伍的狼群。狼的领地通常会延伸到一大片土地。年轻的猎人把所有东西都放回背包里，只留下他的步枪。他把武器背在背上，保持足够的距离，以便能迅速拿到。他尽量保持安静，慢慢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。从狼群的叫声判断，他们似乎正在移动。迪伦知道时间紧迫，如果他想要成功猎杀，这将是一次终生难忘的经历。他将能在猎人圈中炫耀一番，所有人都会对他的精彩猎物羡慕不已，甚至会嫉妒他的捕获。他心里想，狼群正朝村庄的方向移动，那是他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。因为如果那匹马靠近人类居住区，事情可能会变得复杂，人们可能会看到迪伦的射击。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他的一切都将结束。迪伦意识到自己需要换一种方法才能成功。他仔细思索，决定速度是目前的首要任务。他开始在树林中奔跑，尽可能快地向狼嚎的方向赶去。然而，这样做无疑是冒了很大的风险。奔跑时，他发出更多的声音，狼群很可能会听到他的动静。一旦那样，狼群可能会被吓跑。然而，这是一场他必须冒的风险，以争取成功的机会。迪伦决定继续奔跑，直到他终于看到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东西。幸运的是，这并没有花费太长时间。很快，迪伦在树木间发现了一只大型生物正在移动。他停下脚步，不知道这只动物是否已经注意到了他。从他所看到的情况来看，这只高大的生物显然有着黑白相间的毛发。这会不会就是大家口中谈论的那匹马呢？当迪伦稍微靠近一点时，他终于看到了全貌。至少有4只狼在围着那匹马，而那匹马似乎完全不知所措。他惊讶于这匹马对狼毫无畏惧的事实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这些狼似乎并没有伤害他的意图。迪伦看得够多了，这些动物此刻并没有移动，而只是围绕在同一个地方转悠。他慢慢跪下身，透过步枪的瞄准镜观察。他能瞄准射击吗？几乎不可能，因为马在树丛间移动得太快。迪伦清楚地知道他只有一次机会，他明白必须快速行动。但如果他失手，毫无疑问，枪声会惊动所有动物。通常情况下，这应该会吓跑狼群。但这一组狼的举动如此奇怪，
以至于迪伦不能排除他们不会逃跑，而是会反过来攻击他。迪伦对这个想法越来越信服，他推理道，无论他是射中马还是错过，狼群都会毫发无损，而他首先需要确保这些狼不会攻击他。他开枪后需要找到一个可以清晰射击马的地方，同时狼也无法靠近他。一旦他们知道他在这里，他知道这一点至关重要，如果不这样做，他可能无法活着回家。迪伦四处走了走，但没有找到他认为合适的藏身之处。然而他并不着急，那匹马似乎在休息，而狼也正围着他躺着，看起来他们会在那儿待一段时间。突然，迪伦注意到他旁边有一棵树，看起来很容易攀爬。仔细一看，这是一处理想的射击位置，他能清楚地看到马，而且树高的狼根本无法触及他。他抓起几根树枝，缓慢而稳健地向上攀爬。当他找到一个足够稳固的地方坐下时，他停下来观察那些动物，它们仍然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。他知道现在是机会，这是他必须射击的位置。迪伦眼前的那匹马似乎仍然对他的存在一无所知，周围的狼群也一样。他穿着特殊的衣物，避免被动物嗅到，他们显然都专注于别的事情，但迪伦还看不清那是什么。支撑他身体的树枝似乎足够坚固，他缓缓将步枪握在手中，用右眼透过瞄准镜观察。就在他准备对准射击时，突然听到了一声奇怪的噪音。起初他找不到声音的来源，但声音似乎并没有停止。他环顾四周，却什么也没有看到。这很奇怪，因为噪音越来越响，无论是什么东西，它似乎越来越近，而他还没完全意识到发生了什么。所有他依靠的树枝开始承受不住他的重量。迪伦伴随着巨大的声响摔到了地面，他闭上眼睛，预感到撞击的来临，并接受这可能是他生命的终结。然而，在他生命中的某一刻，他竟然感到幸福，因为寒冷和纷飞的雪花包裹着他，厚厚的白雪垫在下面，缓解了他的跌落。他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，他肯定会有一些淤青，但他立即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摔断什么。然而他的轻松心情并未持续太久，他听到狼的嚎叫声逐渐逼近。毫无疑问，他们已经听见了他摔下来的声音，可能也看到了他。当他从雪中抬起头时，几乎与狼面面相觑，他们露出了显然带有恶意的牙齿。迪伦紧绷身体，等待着攻击的到来，但那一刻却没有发生。当他睁开眼睛时，他看到狼群实际上是向后退去，他们为那匹马让出了空间，而那匹马正向迪伦走来。感觉很奇怪，就像是狼群中的首领过来决定他的命运，他会生存还是死亡。迪伦几乎不敢动一根手指。当马靠近他时，他紧闭双眼，感觉到动物小心翼翼地嗅着他。虽然这大概只持续了几秒钟，但对于迪伦来说，这却像是一个永恒。直到他终于感受到马的温暖气息逐渐消失。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，马已经转身，缓缓走开了。狼的怒气消退了，他们也跟着马离开迪伦，但他们似乎并不急于离开。迪伦努力站起来，向后退了几步。他仍然害怕这些野生动物可能会改变主意，但在马停止嗅探他之后，似乎并没有这种迹象。他们似乎对他失去了所有的兴趣，显然他们不再把他视为威胁，甚至连狼群中的每个成员都转过身去，没有一个人盯着他。怎么会有这些动物在这里如此自信？他们之前是否没有与人类的不快经历？还是说这一切都仅仅是因为那匹马？也许这匹马是在与人类生活过后才来到森林的。
他或许已经学会信任人类，这也可能是狼对他产生信任的原因。显然，狼也跟随他的脚步，但这只让迪伦更加好奇这群动物之间的关系。现在，迪伦确信这些狼不仅仅是在保护这匹马，而其中必定有更多的故事。他们追随着马的方向，似乎马正在决定他们将要走的路线。至于原因，迪伦仍然没有搞明白。他决定跟随这群狼一段时间，观察他们。他保持安全的距离，以确保万无一失，但并没有刻意躲避。这些动物不怕他，只要他们没有被他惊吓，事情应该会很顺利。这或许是个冒险的决定，但这是他能真正得到他想要答案的唯一方式。大约1个小时的步行后，马和狼在一棵特定的树旁停下。迪伦眼睛瞪大，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震撼场景。他不得不揉揉眼睛，确保自己没有看错。这一定是个恶作剧，对吧？他目睹着一幕他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作为猎人和森林中的人，他见识过一些疯狂的动物行为，但现在这匹马所做的事情简直不可思议。虽然这确实解释了为什么狼会这么久以来跟随这匹马而不伤害它，但他们之间的合作似乎是前所未闻的。这无疑会为他心中对这群奇怪狼的所有疑问提供答案。也许他并不是在幻想什么，真正的情节开始上演。狼群在周围安静地等着，那匹马开始抬起后腿，试图够到树上某样东西。迪伦几乎忘记了马能有多高，狼显然永远无法够到那么高的东西。但那棵树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迪伦抬头看到一只旧的捕猎夹，夹住了一只野猪，可怜的动物在那儿冻死了。显然，这附近有人设下了这个陷阱，但他认为那人重返此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考虑到严寒，迪伦只能想象在这些树林中可能存在着数百个这样的捕猪陷阱。村庄内外的房屋相对分散，去超市的路途并不总是容易。这就是许多人依赖捕猎野生动物作为食物来源的原因。而设下这样的陷阱一直是个古老的传统。狼很可能嗅到了这些被捕捉的动物，意识到在寒冷的冬季可以作为合理的食物来源。迪伦觉得狼群很可能把马带到这些地方，以便能从中获取食物。现在，随着迪伦思考的深入，这种情况变得愈发明显。为了回报马的帮助，狼让它活下去，也许他们甚至将这匹马视为自己的重要成员。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再也无法看到这样的景象。为了这些动物的未来，他决定不向任何人提起今天在森林中所见的一切。这样，这匹马与狼群之间的传奇故事将会在当地人中流传下去。迪伦回到家时，心中满是满足。他知道这些动物正在共同努力，这将提高他们的生存几率。能亲眼目睹这样美丽的画面，他感到无比感激。他把这段经历深藏于心，明白这不仅仅是一场偶然的邂逅，而是一种深刻的自然法则的体现。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，狼与马的合作，让他对生活有了新的思考。在这段难以忘怀的旅程中，迪伦找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。他感受到自然的和谐，明白了生存与共存的真谛。回家的路上，雪花依旧轻柔地飘落，覆盖着大地。他的心灵也像这片白色的世界一样被净化了。迪伦知道，虽然他没有带回战利品，但这份经历的珍贵程度远超任何猎物。他将这一切铭记在心，成为他生命中永恒的财富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故事。类似的情况，经过调查，兽医的发现让他们大吃一惊。天刚破晓时，乔恩醒来，
走向马厩。他心爱的马儿贝拉通常会平静地等待早餐，但今天有所不同。当他靠近他的马厩时，注意到他焦虑地踱来踱去，发出轻微的嘶鸣声，眼中流露出深深的不安。怎么了，小姑娘？乔恩低声问道。当他伸手抚摸她的脖子时，他的手停住了。贝拉原本光滑的皮毛上分布着异常的凸起斑点，大约有一个硬币那么大，有些斑点聚集在一起，有些则分散开来。他的心跳漏了一拍，他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。这些斑点呈红色，稍微肿胀。当他轻轻触碰其中一个时，贝拉明显感到不适。乔恩脑海中快速闪过各种可能性：过敏反应、昆虫叮咬，或者可能是感染。但这些都不合逻辑。他一直在贝拉的护理上十分细心，给他提供最好的饲料、定期检查和干净的环境。他对这些斑点的出现感到一阵恐惧。仔细检查后，发现这些斑点遍布他的脖子、腹部，甚至他的腿部，显然有严重的问题。他需要迅速采取行动。乔恩急忙回到家中，打电话给当地兽医乔西·诺顿博士。他以专业和同情心而闻名。我会在1个小时内到那儿的，乔恩。别担心，我们会搞清楚的。诺顿博士在挂断电话后安慰他说。乔恩回到马厩时，贝拉正无精打采地吃着干草，显然很痛苦。他希望能缓解他的痛苦，但他只能等待。时间仿佛拖得很慢。他打扫了他的马厩，检查了其他动物，心里不断回想着贝拉的情况。这些神秘的斑点让他感到困扰。他知道农场上的谜团往往意味着麻烦。终于，他听到了汽车驶来的声音。诺顿博士来了。他们一起急忙赶到马厩。贝拉继续焦躁不安，那些奇怪的斑点在他的皮毛上格外显眼。诺顿博士的目光凝重起来，开始仔细检查，而乔恩则稳稳地抱着贝拉。尽管贝拉有些不安，但在诺顿博士检查这些奇怪的斑点时，他大部分时间还是保持不动。这些斑点实在很不寻常，诺顿博士喃喃自语道。在诺顿博士用手电筒和放大镜检查贝拉的皮肤时，发现这些凸起的斑点似乎在引起他的不适。他询问道：他还有其他症状吗？他的食欲正常吗？乔恩提到，贝拉最近有些食欲不振，但其他方面似乎还好。而这些斑点是在一夜之间出现的。诺顿博士检查了贝拉的生命体征，并问是否有近期环境的变化，例如新的饲料或床垫，可能引发过敏反应。乔恩摇了摇头。诺顿博士说：我会取一个样本送到实验室，同时我会给他一些药物来缓解瘙痒。乔恩问他是否很严重。诺顿博士犹豫了一下，说：没有更多的信息，很难判断，但实验室结果出来后，我们会知道的更多。贝拉很强壮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处理。2天后，诺顿博士打来电话，告知结果。贝拉的斑点是由于过敏反应，可能是环境或饲料引起的。他开了抗组胺药和局部药膏，并建议更换为低过敏性的床垫和饲料。乔恩按照指示操作，贝拉在几天内似乎有所好转，但很快斑点开始扩散和加重，令乔恩越来越焦虑。尽管他努力照顾贝拉，情况却持续恶化。贝拉的情况越来越糟，斑点在扩散，他越来越不舒服。乔恩告诉诺顿博士。诺顿博士到达后再次检查贝拉，对斑点的进展感到困惑。他说：这似乎不像典型的过敏反应，我们可能误诊了。乔恩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。诺顿博士继续道：
我们需要更多的测试，我会复查样本，并考虑其他可能性。随着诺顿博士取更多样本，乔恩的焦虑再次加剧。诺顿博士承诺会加快测试进度，尽快弄清楚情况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乔恩在照顾贝拉的同时等待结果，紧张气氛弥漫。贝拉的情况在社区中传开，引发了担忧和关于潜在疫情的谣言。在杂货店里，乔恩注意到人们投来的担忧目光和低声讨论，对未知传染病的恐惧开始蔓延。农民们检查他们的动物，并购买补充剂，以保护他们的牲畜。乔恩发现自己成为了社区关注的中心，邻居们频繁上门，声称是来提供帮助，但实际上更多是出于恐惧和好奇。尽管乔恩不断安慰大家，表示诺顿博士正在处理此事，但恐慌依然不断增长。当天晚上，乔恩完成了他的农活，诺顿博士带着严肃的表情到来。乔恩的心又一次沉了下去。乔恩，我们现在有了清晰的诊断，但情况比较复杂。他说道，贝拉的病状叫做是酸性粒细胞肉芽肿瓣有胶原退化，这不是传染性的，但需要特定的治疗。乔恩立刻问这是否可治疗。诺顿博士点了点头，说是的，但这需要时间和仔细管理。我们需要密切监测它，以找出原因。就在乔恩喂完动物时，他的手机响了，是邻居农妇汤姆，一个老朋友。他想讨论贝拉的情况，他提到可能有一些有用的信息。汤姆到达后，分享了他与他的马儿黛西的类似经历。黛西也出现了像贝拉一样的奇怪斑点。经过几个月无效的治疗，一位专家发现黛西对昆虫叮咬有一种罕见的反应。乔恩震惊了，昆虫叮咬？诺顿博士诊断贝拉为是酸性粒细胞肉芽肿，这会有关系吗？汤姆解释说，黛西的病情是由昆虫叮咬引发的，导致她的免疫系统过度反应。他们迅速联系了诺顿博士，他对这种关联感到惊讶。诺顿博士说，昆虫叮咬确实可以引发是酸性粒细胞肉芽肿，但我之前没考虑到这个，因为贝拉的环境看起来维护得很好，这个问题确实值得调查。诺顿博士带着新设备回来，他们检查了贝拉的马厩，最终发现了一个隐藏的蚊虫巢穴。诺顿博士说，这可能是罪魁祸首。蚊虫在某些马儿身上可以引起严重反应，它们的叮咬可能正是引发贝拉病情的原因。他们立即清除巢穴，并清理了贝拉的马厩。汤姆的见解提供了他们所需的突破。诺顿博士在了解了新的信息后，重新检查了贝拉的病情，进行了一些专注于他免疫反应的测试。结果显示，贝拉对某些昆虫蛋白有异常高的敏感性，确认了蚊虫叮咬是导致它的嗜酸性粒细胞肉芽肿的原因。汤姆说得对，诺顿博士制定了新的治疗计划。贝拉的嗜酸性粒细胞肉芽肿是由昆虫叮咬引起的，我们需要更强的药物和无昆虫的环境。贝拉最初有所改善，但对新药物产生了严重反应。诺顿博士调整了治疗方案，贝拉开始稳定下来，斑点退缩，食欲恢复。诺顿博士详细解释了贝拉的病情。嗜酸性粒细胞肉芽肿是一种罕见的病症，发生在免疫系统对刺激过度反应时，导致结节形成并损害胶原蛋白。这种病症容易被误诊，但现在我们可以有效管理它。诺顿博士继续说道，我们已经确定了触发因素，因此可以制定量身定制的治疗计划，以防止未来的复发。
这将包括持续的监测、定期检查，并可能根据需要调整他的药物。乔恩认真地听着，做着笔记。他对终于清楚了解贝拉的病情和康复之路感到宽慰。他知道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但在诺顿博士的指导和贝拉的坚韧下，他对完全康复充满了希望。诺顿博士为贝拉制定了治疗计划，解释了他们首先如何消除了引起过敏反应的蚊虫，然后治疗症状。这一过程具有挑战性，需要仔细调整药物，以稳定贝拉的状况，而不会造成额外的压力。作为关心的主人，乔恩了解到，虽然贝拉将始终容易发生复发，但细致的管理可以确保他过上健康的生活。在诺顿博士的专业指导下，乔恩对他们找到的康复之路感到感激。在马厩里，乔恩安慰贝拉，反思他们的历程和自己对他护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贝拉的康复稳步推进，她的毛发恢复了光泽，精力也恢复了正常。这次经历教会了乔恩关于马匹健康的重要课程，以及保持警觉和主动护理的必要性。尽管最初的恐惧已经减退，这段经历却留下了持久的影响，凸显了动物护理的复杂性和细致管理的必要性。贝拉的康复在农业社区中引起了共鸣，缓解了集体的焦虑。最初的恐惧和猜测转变为更为教育和合作的动物福利方法。曾经担忧的农民们现在希望从乔恩的经历中学习，交流关于牲畜健康挑战的经验和见解。汤姆因其关键观察帮助诊断了贝拉，成为社区内受人尊敬的顾问。他与黛西的经历和愿意分享的开放性证明了他的重要性。诺顿博士继续监督贝拉的进展，确保治疗计划的持续有效性，同时利用贝拉的病例作为教育工具，提高了对嗜酸性粒细胞肉芽肿的认识，并强调了环境因素在皮肤病诊断中的重要性。随着农场进入熟悉的季节节奏，乔恩认识到挑战是农场生活的固有部分。然而，他现在感到自己具备了新的知识来应对未来的任何挑战。看完以上这个故事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。允许儿子在马厩里睡觉是一个巨大的错误。爱丽丝凝视着一匹叫做篝火的小马的眼睛，她知道这匹马是她家庭的最佳选择。这只动物年轻而漂亮，基本上还是一匹小马，这意味着她可以亲手抚养它，让它成为家庭的一部分，尤其是成为他5岁的儿子杰克最佳朋友。当小杰克出生时，他为他在家庭农场中被大自然和动物包围的前景感到兴奋，但同时也担心他离其他孩子那么远可能会感到孤立。当他5岁时，他开始每天在附近的马匹养殖场进行考察，但他看到和遇到的动物都不合适。她的丈夫格雷格对养马的想法并不感兴趣，他勉强允许爱丽丝探讨她的选择，但条件是她不可以在没有她同意的情况下购买动物。但当马驹的主人告诉她他急于摆脱它时，她意识到她不能错过这个机会。然而，在她驾驶卡车回家时，拖着新马的拖车，一种疑虑开始在她心中蔓延。他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？格雷格会怎么说？最重要的是，卖家的急切想要看到这匹马离开的心情是怎么回事？爱丽丝的担忧是预言性的，尽管她当时不知道，她不知道篝火在他们的农场上的存在会带来多么大的混乱，或者这匹马最终会导致一起警方调查。回到农场上，杰克和篝火迅速建立了联系，而他的父母则在争论着关于这匹马的事情。
当格雷格看到孩子与小马驹互动，他的眼睛闪烁，他终于让步并承认他的妻子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好像他们就是在等待着彼此的到来。几周后，杰克第一次请求在篝火的马厩里过夜。这两个已经变得密不可分的朋友，他无法忍受离开他的最好朋友独自过夜。格雷格表示反对，但爱丽丝准备了一个午夜宴会，给了杰克2条卷起来的毯子，然后送他再次踏上冒险之旅。爱丽丝无法知道，允许他的儿子和小马共度夜晚的这个决定，将是对他和格雷格而言引发混乱和心痛的开端。杰克与篝火共度夜晚很快成为一种习惯，他们也像最好的朋友一样度过了白天。这匹年轻的小马对人类很友好，但在其他马匹周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。当杰克在马厩里时，篝火有时会变得防守，甚至具有攻击性。这可能是他的前任主人急于出售他的原因。尽管他从未对其他马匹发动过明显的攻击，但当他们靠近杰克时，他会拉起耳朵，经常咬牙切齿。他似乎对杰克有些吃醋，尽管男孩努力安抚他，他仍然表现出不安。但篝火养成了另一种令人不安的习惯，他会吃能够咬住的任何东西，这种癖好经常让他生病。3年来，家人与篝火的关系已经加深，因此当他在那个夏天末期严重生病时，失去他的前景是不可想象的。兽医的评估不是家人想听到的，戒掉篝火乱吃东西的习惯将会非常困难，而且可能导致持续的健康问题。如果他吞食了错误的东西，甚至可能导致死亡。唯一的选择就是全天候监视篝火，但这是不可能的。格雷格太忙了，爱丽丝和杰克都有学校和家庭作业，别无选择的家人最终决定将篝火送到离家2个镇远的最近的马医疗中心，直到他康复并戒掉这个坏习惯。阴云笼罩整个家庭，这一切变得更加严重。农场没有篝火的第1个晚上，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是沉痛的事情。杰克甚至没有为晚餐离开房间，爱丽丝和格雷格几乎没说话。爱丽丝告诉自己，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。她祈祷杰克会理解这只是暂时的，都是为了篝火好。而格雷格不再责怪他。是的，他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。当他们上床睡觉时，爱丽丝想偷偷看一眼杰克的房间，看看他是否没事，但格雷格阻止了他，告诉他让孩子自己弄清楚。他现在8岁了，足够大了，能够处理他正在感受的强烈情绪。然而，不去查看杰克将是一连串糟糕选择之一。哀悼给了爱丽丝祈祷的答案，格雷格的态度明显好转。他为早餐摆了桌，当格雷格下楼时，他呼唤杰克，没有回应。他再次呼唤，结果一样。格雷格皱着眉头上楼去找杰克，嘀咕着要拖着他的耳朵把他从床上拽起来。当他打开门时，格雷格看到杰克的床已经整理好，房间空无一人。夫妻俩在农舍里四处奔波，但杰克无处可寻，他不见了。格雷格和爱丽丝无能为力。孩子可能失踪立即引起了警方的注意，他们调动了整个当地警力，并寻求周边县的帮助。镇上的居民加入其中，教堂成员组织了人员搜寻，当地妇女组织开始在城里的树上张贴寻人启事。然而3天过去了，杰克仍然没有任何踪迹，警方开始感到失望。毕竟失踪超过48小时的人很难在家中安然无恙地找到。格雷格责怪爱丽丝让孩子在马厩里睡了3年，气氛非常紧张。
爱丽丝怀疑每一个可能知道小杰克夜间活动的农场工人，但争吵是毫无意义的。他们的儿子依然失踪，他们几乎要失去希望了。直到杰克失踪将近1周后的一天，警方接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电话。线索来自附近一个小镇的一名男子，他与马的医疗中心有关，那是篝火康复的地方。他的电话改变了一切。自从篝火到达护理中心以来，他得到了最好的照顾，正稳步康复。但几天前，他的马就传来一种莫名其妙的声音，让工作人员感到困扰。这是一种超出任何马匹能够发出的声音。当声音连续几个晚上重复时，他们进行了调查。当工作人员进入马厩时，篝火摇摇头示意他们。在四处看了几分钟后，他们发现一个年轻男孩藏在一堆干草堆后面，原来是杰克。事实证明，杰克在他们从农场接篝火的那天，悄悄地溜上拖车，因为他无法忍受与这匹马分离。在康复中心与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，杰克从工作人员的厨房弄到食物，趁没人注意的时候躲在马厩里，与他最好的朋友相伴了将近1周。当男孩被带回家时，他的父母责备他离家出走，但同时感到他正变得如此甜蜜和富有同情心，对此感到骄傲。格雷格再次责怪爱丽丝，但最后告诉他，她确实是他们能拥有的最特别的母亲和妻子。这3口之家很快能把篝火带回家，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。这是一场冒险，您是否会允许您的孩子与马共度夜晚？在爱丽丝和格雷格的处境下，您会有何感受？在评论中告诉我们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